我让 Cloud AI 跑了6063次策略回测，耗费1.3亿 token，11年数据38个品种，活下来的146个，存活率2.4%。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我把这146个策略长什么样，以及剩下的97.6%死在哪了，一起摊开给你看。整套系统全部由 Cloud AI 搭建啊，趋势跟踪、均值回归、动量策略、突破交易，市面上能叫得上号的策略啊，全放进去跑了，包括你现在看到的总图啊，一共有6个板块啊。策略到底能不能活下来，哪种策略类型最靠谱啊？你看到的好成绩是不是运气？每一个都在修正一个你可能一直搞反了的交易认知。品种这一块一个都没放过啊，只要是 MT 平台有的啊，全球的股指、比特币、直盘、交叉盘、黄金、白银，连中国 A50也塞进去了啊，这都无所谓啊，反正是 AI 跑啊，我只管付 token 啊。另外，这次的核心目标不是找一个当下最好用的策略啊，我要挖的是底层的逻辑啊，就是所有行情都适用的那种啊。所以策略全部原生形态啊，不做特殊的优化啊，也不干预 AI。好，那么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板块啊，这个漏斗6063个回测，存活率2.4%啊。说实话，以我的经验啊，这个数都高了啊。Cloud 一次性跑了6000个回测啊，那么经过6层硬性筛选后，最终仅存了146套及格的策略啊。然后这个过程所有的回测统一使用 WFA 啊，一种规避过拟合的方法啊。那么它逻辑很简单，就是用早期的数据去搭策略找因子，再用后面完全没碰过的新数据去做验证啊，就是开卷考试复习，闭卷考试测试啊。那么这次我只是做的一个简易版的 WFA 啊，就是只滚动2个窗口啊。那么更复杂的稳健性测试啊，不是不能做啊，但是 AI 跑出来，我们人工不好判断它到底对不对啊。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想测出来普遍策略在普遍环境下的一个大众表现啊。如果你是对其他的这种测试手段更感兴趣啊，可以看一下我们公开的频道啊，里面我也讲过 WFA 和其他的一些稳健性测试的方法啊。那么感兴趣的可以翻之前的视频啊。那么想要更系统、更全面学习的话，我们内部课程有更完整的章节。好，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要求 AI 每一个策略在样本外的表现啊，夏普比例必须大于0，以及0.5啊。那么这个夏普比率衡量的是冒一份风险能赚多少的回报啊。那么数字越大，就说明你冒的每一份风险越值啊。那么光这一个夏普比率的门槛呢，就筛选掉了近60%的策略啊，只剩下214个策略存活啊。然后再过滤这个回撤、交易次数、年化收益、利润因子，最后就只剩下146个了，很残酷哈。存活率很低啊，但是真实情况比这个还残酷。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啊，再看这张图啊，这个3点图，它的横轴是样本内啊，就是开卷考试，纵轴是样本外闭卷考试啊。那么这里的灰色的点啊，就是样本内看着还行，但是样本外崩了的啊。然后绿色的点就是真正活下来的那146个啊。那么这条虚线啊，这个 y 等于0.5的，这是生死线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策略其实连这条线都是摸不到的啊。那么我这里为什么把它叫做这个过拟合坟场啊？因为其实纵览我们整个量化过程啊，可能30%的时间是在找因子、找策略啊，70%都是在和这个过拟合做斗争啊。那么大多数初学者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单个策略上反复优化，史上雕花。殊不知他在这个路径上走得越远，优化做得越好，那么离这些灰色的点啊就越近。好，我们接着板块3啊，这个就很重要啊，这是策略家族的一个存活率啊。那么这一部分回答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到底哪种类型的策略在长期的牛熊历史中盈利的概率最大啊？那么所有的策略分为几大派系啊，那么其中两个是死对头啊，就是这个趋势跟踪和均值回归啊。那么趋势跟踪的逻辑很简单啊，就是涨了的还会涨，跌了的还会跌啊，价格一边倒的时候就跟着走啊就行了啊。然后这个动量的话算是趋势的一个分支啊，就是谁强就压谁，继续走强啊。那么均值回归的话就是完全反过来了，不管涨多猛跌多狠啊，他都认为价格迟早要回到中枢啊。那么跌狠了就抄底博反弹，涨过头了就做空等回落啊。典型的啊，大家比较熟知的，比如说 RSI 的反转、布林带的回归啊，都属于这一类。除了这2大派呢，还有一些小众的，比如说这个成交量型的这种波动率型的形态学的啊。那么每一个大类下面又有几十套细分啊。好，然后我们看这个结果啊，我们可以看到毋庸置疑，均值回归
它的存活率、碾压式排第一啊。然后其余的这些趋势跟踪啊、成交量、波动率、K 线形态，每一个基本上都赶不上它的一半啊。注意啊，这里是无特殊风控、原生形态啊，完整牛熊周期下的一个结果啊。这其实就说明一件事情啊，这个均值回归这种类型的这个策略啊，它的容错率更高啊，泛化的撸棒性更强啊。但这并不代表说其余的这种策略就很垃圾啊，不是的啊，他们有自己适合的一个场景啊，你特定的品种、特定的行情啊，搭配组合啊，只是他们不像这个均值回归那样随意啊。另外，我觉得这跟目前的这个经济周期也有关系啊。趋势行情本来就不是常态啊。目前全球这个通胀回落嘛，你大单边的话就更少了。好，我们接着继续啊，板块4啊，这5项的话是额外的一个验证啊，我们只挑2项重点来说一下啊。首先是这个均值回归啊，那么均值回归的75个幸存者啊，是分散在不同的市场周期的啊。它不是靠一个品种硬拉上来的，但是我们反观这个趋势类的啊，它48%都是集中在黄金上啊，31个存活下来的基本上有一半都是黄金啊。这一方面是说黄金的趋势确实猛啊，另一方面也说明趋势策略真的太挑市场了啊。像这个均值回归不一样啊，它不挑啊。然后第5个板块啊。这个 Bootstrap 啊，它是整个验证的最后一环啊，它的逻辑很简单啊，就是把交易记录打乱顺序啊，重跑200次啊。如果在200个平行宇宙里都赚钱啊，那么就是真的有统计性优势啊。如果在很多个宇宙里都亏了，那就说明你看到了好成绩，只是运气刚好在那一次排序上啊。那么这个环节，频道的粉丝应该会比较熟悉啊，它其实就属于蒙特卡洛模拟的其中一种啊。然后我们再看结果啊，这个肯特纳通道啊。这个我们内部课程还重点讲过的啊，它在澳加上的表现最好啊，这是最适合的啊。然后最不适合的呢，就是在这个纳斯达克指数上去应用这个双重动量啊，那么它的效果是最差的啊。这个板块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不要只看一个数字啊，比如夏普比例啊，也别只靠一种获利方式去评估策略啊，因为它可能只是单次的一次运气的产物啊，所以我们尽量要有全局的意识啊，全局的去看啊。然后是第6品种覆盖啊，左边的话它是一个趋势的战场啊，右边的话就是均值回归的战场啊。我们可以看到趋势的话几乎都被黄金垄断啊，15个幸存者全部都在黄金啊。然后均值回归不一样，它的这个澳加的话是有12个啊，然后欧镑和磅加的话各7个啊，其余的话也都有分布啊，而且它们覆盖面都不是一个量级啊。好，我们再看这个策略排名啊，可以看到前3名啊全部都由这个均值回归所包揽啊，比如这个均线包络回归排第1啊，这个资金流量回归排第2啊，肯特纳通道回归排第3啊，这都是均值回归的啊。然后再反观这个市场上耳熟能详的这些很经典的趋势策略啊，就表现比较惨淡啊，比如说这个排归交易法则排第18啊，然后 MACD 啊排第14啊，这个很熟悉的这个均线交叉排第11。好，这就是 AI 啊，用市面上的主流策略在主流品种上得出的一些交易的底层逻辑啊，它还帮我们总结了我认为有3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结论吧。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均值回归是头号家族啊，它也是最不挑剔的啊，就容错率比较大的策略类型啊。那么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很值得从这种策略入手啊。然后第2个的话就是黄金是趋势策略最具代表性的标的啊。如果你喜欢做趋势，那么你就做黄金最合适了；你喜欢做黄金，那么你选趋势策略就最合适了啊。然后第3个的话就是肯特纳通道，包括 RSI 回归啊、均线回归啊，相比较而言是这些市面上能看到的比较靠谱的3个策略。好，最后简单说一下用 Cloud AI 搭建这套系统的7个步骤啊。那么这个详细的步骤报告也是 AI 根据我和它的沟通过程总结的啊，感兴趣的可以去我们公开的网盘下载啊，自己查阅啊。然后第一步就是这个数据准备啊，数据很重要啊。那么38个品种的 ME 数据啊，都是我自己下载的啊。那么数据层面我只信自己啊，但数据清理啊，我是交给 AI 去做的啊。11年跨度的这个 ME 数据啊，只靠人眼去分辨精度问题啊，它不现实啊，所以这种重复性的工作就交给 AI 了。第2步，这个策略库搭建啊，这里的关键操作是我让 AI 写的是一个策略框架啊，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策略啊。那么所有的策略呢，都继承自同一个基类啊，那么统一输出-1、0、1这样的信号啊，这样回测引擎它只认一个格式啊，最终就会产生26个策略、7个品种、172个变体啊。
然后第3步的话就是回测引擎啊，这也是最核心的啊。我提前把 MT5 的点差、隔夜费、滑点规则全告诉 AI， 让它模拟真实的一个交易成本啊。因为这个 AI 它就是你要求的越清晰明了，你就越容易拿到好的答案啊。然后第4步这个 WFA 验证啊，那么这里只滚动2个窗口啊，没有做更多啊，原因我前面说过啊，就是为了测出策略最原生的表现啊。然后第5步就是6层过滤漏斗啊，下步比率大于 0.5， 回撤小于 35%， 利润因子大于 1.1 啊，3个硬性的指标啊，其他都是保底。6000多条策略，最后活下来的就146个啊。那么这些硬性指标你们可以改为其他的啊，比如说盈利因子胜率啊，或者 CAG 啊，年化复合增长率啊，都可以啊。然后第6步啊，这个 Bootstrap 啊，就是交易记录打乱200次啊，看单次的测试是不是一个运气啊。然后第7步的话就是可视化啊，我们这里让 AI 把所有结果整理成我们视频最开始看到的那个仪表盘啊，就方便我们全面的查看结果啊。那么整套流程2天打完跑完啊，数据是我自己准备的，其他交给 AI。其实今年从 AI 交易的视频开始，不知不觉 AI 已经帮我做了很多工作了啊。这些东西自己做当然也能做啊，但是 AI 它2天就干完了啊，你不服不行啊。而且这个过程也不用我们操作什么，只用跟他说话就行啊，就整个过程很优雅啊。但是也不完美啊，也有缺点啊，就是我们自己做的话，我整个结构啊，整个环节每一个步骤啊，比如这个38个品种的数据啊，这都是我自己准备的啊，因为这样我可以100%确保它的正确性。